is iPhone 16e。昨天，苹果家族迎来了一位新的成员 ，iPhone 16e。作为一款定位独特的新机型，它与 iPhone 16之间究竟有哪些不同？今天我将带大家深入的去了解一下这两款手机在设计、屏幕、性能等10个方面的关键区别。无论你是预算有限的实用派，还是追求极致体验的科技控，今天的内容都会帮你找到答案。嗨，大家好，我是小鹏。iPhone 16e 延续了苹果的无 Home 键全面屏的设计，并在侧边加入了动作按键 Action Button， 取代了经典的静音开关，操作起来更加现代。不过呢，它缺少了 iPhone 16系列标配的相机控制按键，这个新颖的拍照快捷键没能出现在 16e 身上，未免是让人有些遗憾的。iPhone 16e 配备了 6.1 英寸的 OLED 屏幕，相比前代的 iPhone SE 3的 4.7 英寸 LCD 屏，显示效果是有了飞跃的一个提升呢。然而，它依然保留了刘海设计，边框也稍显宽厚，不像 iPhone 16那样采用了动态岛的一个交互。亮度方面 ，iPhone 16e 的峰值亮度为800尼特，而 iPhone 16则达到了1000尼特。更别提 iPhone 16还支持低至1尼特的超低亮度，夜间使用是会非常的护眼的。16e 在这点上就稍逊一筹了。好，我们再来看 MagSafe。iPhone 16e 的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是没有 MagSafe 的支持，它仅提供器无线充电，最高7.5瓦，充电速度慢且无法适配 MagSafe 配件。如果你习惯了磁吸充电的快捷，这可能会让你有一点抓狂。而 iPhone 16则完美支持 MagSafe， 充电和配件体验上会更上一层楼。这里据配件行业的消息人士透露 ，MagSafe 的系统内置铁圈可能会干扰苹果的新 CE 5G 基带的可能性，因此苹果可能为了确保其第一代 5G 调制解调器的一个最佳连接性能而放弃了 MagSafe。不过苹果随后也表示 ，CE 调制解调器并非 iPhone 16e 取消 MagSafe 充电功能的一个原因，但仍然没有解释 iPhone 16e 不支持 MagSafe 到底是为什么。总之啊，非常的迷。好，我们再来看看电池续航。前面我们说到了新的 CE 调制解调器，得益于苹果自研的这个 CE， 能效提升了 25%， 手机续航能力甚至超过了 iPhone 16。官方数据显示 ，iPhone 16e 的视频播放时长可达26个小时，而 iPhone 16为22个小时，这整整就多出了4个小时。对于重视续航的用户来说，这个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优势。好，我们再来看看充电方面 ，iPhone 16e 和 iPhone 16都支持快充，30分钟可充至50%，在有线充电体验上是几乎一致的。而拍照方面就差得有点远了 ，iPhone 16e 搭载了一颗4800万像素的一个单摄，支持2倍长焦，功能虽然简单，但也实用。不过相比之下 ，iPhone 16的双摄系统就多了一个超广角镜头，支持0.5倍的变焦、微距摄影和视频拍摄。新一代的肖像模式也是 iPhone 16的一个亮点，即使在普通模式下拍摄，也能后期转为肖像效果。而 iPhone 16e 的肖像模式则相对的基础，在摄影风格选项上也比较少。视频录制方面 ，iPhone 16e 支持最高 4K 60帧的视频录制，但缺少电影模式、动作模式和空间视频等高级功能。光学防抖上也非常的普通。iPhone 16则配备了传感器位移，在稳定性上更佳，还支持更多专业的拍摄模式，视频创作空间非常的大。好，我们再来看性能表现方面啊，非常微小的一个核心差异，两款手机都搭载了 A18 芯片，但 iPhone 16e 的 GPU 少了一个核心，日常使用中差别不是太大，但在运行大型游戏或者 GPU 密集任务时的 iPhone 16可能会略占上风。不过呢 ，iPhone 16e 依然还是可以应对日常的一些大多数需求。好，我们再来看看连接性能方面。iPhone 16e 支持 WiFi 6，而 iPhone 16升级到了 WiFi 7，网速更快。此外，16e 缺少超宽带芯片 UWB，
意味着无法享受精确位置的一个追踪、AirDrop 便捷分享这等等功能，也无法通过靠近 HomePod 实现无缝的连接。智能家居爱好者也会发现 ，iPhone 16e 它也不支持 Thread 协议。Thread 是一种基于 iPhone 的新型智能家居连接的一个标准，功耗非常的低，且连接速度很快，是 WiFi、蓝牙或 Zigbee 的一个替代方案。尽管 Thread 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智能家居产品采用，但 iPhone 16e 并未配备，有点遗憾。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价格。官网、美网来看的话呢，200块的一个差价，不知道你是否会在意 ？iPhone 16e 起售为599美元，即4499人民币 ；iPhone 16则为799美元，即5999元人民币，差价200美元。对于预算有限的用户来说，这200美元足以成为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啊。好，我们来总结一下 iPhone 16e 到底值不值得买呢？是这样 ，iPhone 16e 带来了 OLED 屏幕、A18 芯片、超长续航和 Apple Intelligence 的一个支持。不过，个人认为价格上还是略微贵了一点，不够性价比。而且，如果你追求更高端的拍摄体验和 MagSafe 的一个便捷 ，iPhone 16显然会更适合你。而且，目前16e也不太值得你去原价购入。如果你真的对它感兴趣，可以稍微的等段时间，热度过了以后，价格应该会有优惠。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希望可以让你对 iPhone 16e 的选购有所帮助。我是小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